好的，今天呢是我们魔术课频道的一个大日子。熟悉我们魔术课的朋友们呢，一定知道我们魔术课是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一个频道，不像一些这个 B 站上面其他那些花里胡哨那些 UP 主们，弄一些什么华丽的灯光啊、绚丽的背景啊，哇，那衣服穿的一件比一件漂亮。对不起，我们是一个知识传播的频道，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但在这边呢，要跟各位坦诚一件事，其实在我艺术家的内心之下，藏着一颗对浮华生活的一个向往。所以呢，各位都知道呢，上周影视飓风 Tim 呢带着他整个团队呢，从杭州大老远来到北京参观我的工作室。当时呢，我就跟他透露了我心中的一点小小的愿望。Tim 呢看了一眼我的这个环境之后呢，再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所以朋友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从这一周开始，我们的魔术课有景了。像这样专业机密 The Metric 教学时间。看看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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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灯一看就知道不简单。还有你看这个灯，层次对比好吗？还有这个整个，还有这边你后面看不到两只大的像莲藕、莲蓬头一样的巨大的灯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多美，多美，是吧？好，摄像机、麦克风，整套的设备，好，在这边呢要感谢影视飓风的 Tim， 好，一切都准备好，这么周到的一个环境就做出来了。那更重要的点是呢，我说哇，这个造价一定非常的不便宜啊！我询问他这个价钱、费用，这个总共要花费多少？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，跟我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一句话：谈钱伤感情。朋友们，这就是男人之间过命的情谊。交朋友就要交这种。在这里呢，我要跟这个 Tim 说一句：我爱你。所以下次呢，如果你还有机会从杭州来北京呢，请务必一定要来这边寒舍呢拜访。啊，这么快就来了？杭州就在隔壁是吧？那个啊，这太感谢你了，这个真的。喜欢吗？我终于有自己的 production， 这个才像是一个专业的，好不好？一个 UP 主应该有的东西。从今以后呢，我就可以告诉你们，奢华与浮夸不见得是坏事，因为代表精致，代表美好。有什么问题呢？没有问题的，我舒服得很。那上周呢，你来我工作室拜访了，然后大受震撼，看到了一些我的收藏品。然后你记得有一个就是2个白色的骰子 OK， 想看哪一个？还能来吗？这个吧？这个吗？太好了。是不是每个你都是这个反应？不是，这刚好我记得怎么用的东西。OK， 关键不在这个烟灰缸，在于这上面2个白色的骰子。OK， 这个骰子呢是1963年美国 UCLA 的一个教授叫 J.B. Bryant， 他在外面研究这个 ESP Extrasensory Perception。我很认真的在说，你认真，你要相信我。OK， 你可以先看。我以为你又是在 misdirection。没有，这个没有 misdirection。 OK， 是真的。这骰子是做什么用的呢？上面没有任何的点数，对吧？纯白。它的意思就在于呢，要你自己写点数，然后一面写一个数字2位数，像这样，这边是之前有人写的。嗯哼。OK， 好了吗？好，那有一个糊了，稍等，我把它改一下。好了吗？好了以后往桌上扔。好，对，往桌上扔。大概就在这里，好不好 ？OK。你知不知道这个骰子最底下就是贴着桌面那一面是什么数字？不知道。没有人会知道的。对啊，即使是你自己写的，你也不可能记得。对。你知道？我试试看。你看到这边有一只眼睛，其实跟这眼睛没什么关系。确实 ，misdirection， 我已经学乖了。
你记得你刚刚写过25这个数字吗？好像没有。26，好像有。应该是26、25，我觉得是26、25。是吗？对。除非你能记得比我还清楚，因为我不记得我自己写了什么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看一下，是25。No way，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是25，对，亲手写的。那个我一直都没有理解到是怎么实现的。UCLA 的教授，别再念那句话了，那句话太可怕了，我已经记不得了。今天呢刚好，反正你也在现场呢，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变这个魔术。但教大家之前呢，我必须先说一下，各位对魔术的观念必须得正确，因为很多人看到魔术的秘密之后，他就会说，就这么简单，我是傻子吗？你不是傻子。魔术的每一个步骤呢，物理上来讲很简单。有时候就只是一个小动作而已，或者一个小机关而已，但它里面的每一个表演的步骤是经过精心设计安排的。魔术师不骗人的眼睛，魔术师骗的是你的脑子。那我们就把今天要用到的东西拿来。好，那天我们看到的2个骰子，白色的骰子，手帕，然后一个烟灰缸。好，这个实际上呢，用到的东西只有这样。这个骰子哪里去找？这真的是普通，没有任何机关，没有道具的，上网都可以买得到，就白骰子，大小都可以。但我个人觉得大概方糖大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也可以用方糖变这个魔术，方糖也可以吗？方糖也可以，任何方块型物体。你不一定要烟灰缸，我个人呢平常用的是杯子，任何杯子都可以。然后你也不一定要用到这个，你可以用纸巾，什么都可以。对，所以其实基本上不需要用到这种，这只是因为刚刚好我这个公司里面有，我就拿来用。所以你需要一个纸巾或手帕或餐巾，然后一个杯子，然后你只需要用到一个啦。可能那天你的2个很神奇，我只用到一个吧，就是因为你给我看了一下上面那一个，所以就显得更加神奇。哦，对，那个是刚刚好即兴发挥，但实际上只要用到一个，好，2个可以增加戏剧效果，等会再说啊。对，你还需要用到笔。好，这是所有你要用到的东西，没有任何机关，没有任何的道具。那第一步，你需要请观众呢，对方呢在上面写下他喜欢的数字。好，你要特别强调说2位数，然后尽量每一面都不一样。那你现在先写一下吧，就必须是2位数。3位数也可以，就写得比较久。在他写的过程当中，朋友们有几件事情你必须得注意，这些细节可以帮你表演变得更好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写的过程当中，你尽量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你尽量去干一些别的事，比如这时候你就是可以去找纸巾啊、杯子啊，你不用一开始就把它准备好，很怪。然后就说啊，写好了吗？写好了，丢一下，好，往桌上丢，好，他就会丢，好。这个时候，我在刻意的营造出一种我不在乎你怎么写、怎么丢的 feel， 但实际上我非常在乎。那你怎么看？你没看啊？怎么看再说。所以魔术演技是很重要的，你必须要有信念感。然后呢，你在观众最放松戒备的时候，其实你在暗地里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。所以我假装不在乎，我说啊，你写完就丢吧，丢好了，对吧？好。然后呢，我拿起纸巾，非常不经意的去盖在它的上面。但这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件事，你干了什么？我记住这个数字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是跟我正对着坐着，是我偷偷记住了面对我的这个数字，也就是27。OK， 但是你千万记得哈，千万不要27 OK， 不能这样哈，你要很不经意的看到27就啪就盖下去，然后呢，极度迅速的再把一个杯子盖下去，表现出好像一切都很公平的样子。但实际上我已经知道，面向我这一边是27。这纸巾和这杯子其实没那么重要，重要是我记得它是27，面向了我这一边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演技的时刻。你知道在 UCLA 有一位教授 J.B. Brown， 他曾经做过一个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的一个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些？有2个功能。第一个功能是比较浅显易懂的，营造戏剧效果。常看我们魔术课都知道，什么 FBI 啦、UCLA 啦、哈佛大学教授啦、废弃的医院啦，这些都是我常常拿来做故事的题材哦。这个让整件事情更有趣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故事，其实会让观众觉得你只是在展现自己 show off 而已，看多了也烦。但有故事，大家会觉得有趣一点。第2个非常重要的是，我要让你忘记你刚刚写了些什么东西，还有它的相对位置。确实，完全不记得。是，通常写完就忘了，但是有些人记忆力超群，经过我这一番大学教授的故事之后也忘了。接下来就会说啦，你可知道这个骰子底下朝向桌面的那一面是什么数字吗？正常来讲是不可能会知道的。我说我来试试看。这时候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主题，比如说你可以说你能透视，你有感应能力。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就是我准备另外一颗，
然后假装看了这一颗找灵感，好像是这2颗之间有某种联系一样，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都是做戏。我会假装看说，有一个不对。你记得你有写过27这个数字，好，这个演技很重要哦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一样有2个目的。第一个是增加戏剧效果，观众会觉得他真的能猜得到吗？他好像就觉得很困难，难道会失败？不会吧？最忌讳表现太自信，27，那就不好玩了。第2个很重要的目的在这里，我要让打开杯子的这一刻变得很紧张，因为很紧张之后呢，我要很放松，很放松之后我要做什么呢 ？Misdirection 有一个原则，事情发生在观众最放松的时候，而最放松的时候往往是在最紧张的下一刻，所以我要先制造紧张，再放松。在英文来讲 ，tension and release。现在我先制造 tension。27，有点紧张，我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好，这时候我制造一个很紧张的气氛。这时候拿起来，这时候所有人都在想要知道底下那个到底是不是27。接下来就是一个小小的魔术手法，它不能算手法，它算是个方法，就是我要把后面这个27当做底部的这一面给你看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你的意思。我要给你看这个27，但是我要你以为是底下那一面。好，很简单，直接翻给你看就好。好，我们现在从侧面看，大拇指在后面，中指在前面。好，记得这一段要留一点空间，你才有空间去转它。所以呢，大概放在这个位置，不是这个位置，是这个位置。大拇指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往前滚，一路滚到后面那一面向前面为止。好，这是从侧面看，其实是个穿帮角度。从正面看是看不见的，我们示范一下，看起来像这样。这是观众视角，是这样。从正面看，你根本看不出这个骰子到底转了几圈。等于多翻了1/4圈。重点来了，这个其实对魔术来讲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呢，如果观众盯着你看，他很可能会发现。我们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观众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个上面，但是呢，我又不希望你完全不看，所以 misdirection 呢，我要你把30%的注意力从这里面拉开，70%留在上面，不能100%被拉开，100%拉开就是有飞碟。27，对吧？这不行嘛？这个他就说，等，我刚刚没看到，你再来一次。这时候怎么做呢？魔术课第2个 misdirection 的原则，大动作掩饰小动作。我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，我说是吗？哎，我不敢看，你帮我看吧。好，朋友们注意到了吗？我前面铺陈的紧张，就为了这一刻，大动作掩饰小动作。太强了！好，再看一招。我不敢看，是27吗？是27，太好了，耶！好，朋友们。我真的在想捶人、想打人、想丢东西、想砸你自己的电脑屏幕。拜托，钱赚钱不容易，电脑别随便砸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真的是不简单的。我今天如果抓一个人过来表演，你一定表演不出来。你每个细节都要经过思考，你才可以做得到。是，我觉得假如我现在表演的话，我能试一下吗？这个，就假如说我来，就比如这样。对，你前面手指可能要留多一点，才有空间让它转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但其实很难，就是你得很自然的把它推出来。难在有人盯着你看，你在表演魔术，你不想被看穿的时候是压力很大的。我觉得看这个回放就能看到，刚才我的注意力，我自己也都盯着这个骰子，是根本就没办法 misdirection。所以我不希望你盯着他看，所以我会先做其他动作。我说我好紧张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是27吗？是27，太好，是27。大动作掩饰小动作，紧张之后的放松，所以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呢，就会让这个动作看起来变成隐形的。心中会失望吗？不会，那你就是有智慧的人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各位呢，今天观赏我们的魔术课，希望今天各位学到东西，赶快回家拿一支笔，拿一颗方糖，纸巾和杯子，魔术就是无所不在。在这里感谢 Tim， 感谢天哥，影视飓风，今天为我们的魔术课带来这么大的贡献，朋友们最有福的就是你们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更精致的环境，更好的灯光。对了，那没事呢，好，也要去隔壁影视飓风的这个视频看一看，好。国内首屈一指的影视达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 Tim， 谢谢天哥，拜拜，下周见。